係咁網友，我本來唔想再講諾貝爾獎，咁因為呢，就係我上次已經講咗兩條諾貝爾獎。點解要講咗兩條諾貝爾獎呢？因為都係同 AI 有關。我都話就嚟呢啲咁樣嘅 natural science，尤其是嗰啲研究呢，喺 AI 個龐大嘅 computing power 嘅控制之下呢，幾乎所有嘅突破都係由 AI 協助嘅。呢個係唔到你唔信嘅，呢個就係。咁好啦，但係今次呢，我又唔能夠唔講喎。因為咧今次咧就係嗰個經濟學獎，而個經濟學獎又同我講緊嗰個主題有關，就係民主同埋呢個經濟發展之間嘅關係。嗰三個人係因此而獲獎嘅。好啦，提一提大家嚇，呢隻嘢咧我哋斷咗貨咧係成個月㗎啦，而家大家可以又嚟買翻。原來唔係訂咗好多啫，我都唔明佢哋點解訂咁少。以啲咁嘅賣法咧，好快又賣晒。呢隻 Q10啊，係粒線體咧，我都講過咧。粒線體乜嘢咧？係令到你充滿活力嘅。我家姐咧就食咗呢個咧，可以跳多三倍時間嘅舞嘅。佢其實係好緊要嘅呢個係增強體質。呢個係激活細胞增長，係即係長生。而家研究點樣令人嘅生命延長咧，有三方面嘅研究。一個就 NMN 嗰個就叫端粒體，呢個咧就係線粒體。線粒體係乜嘢咧？係喺啲細胞入邊有啲好細嘅嘢，佢係可以將你食咗落去嘅能量、糖質化為呢個熱量。其實就係咁解，呢個就係呢個就同埋呢隻嘢咧就同 NMN 唔同喎，就好平嘅。我呢隻嘢係好抵嘅。嗰啲人食過之後咧，全部都話好好，咁就一買晒，買晒成個幾月咁又嚟翻咧，我都要同大家講喎，呢個係佢而家好抵喎，120粒，一日食一粒4個月，我哋送埋呢個護肝素俾你添。護肝素當然係好重要啦，肝係唔會出聲嘅。你唔會覺得唔舒服嘅，直至出問題。所以咧食護肝咧，亦都對於健康咧就好緊要。呢個亦都係長期好賣。兩樣嘢加埋，本來870蚊，而家598蚊。呢個食4個月，呢個試下食1個月啦，跟住你自己嚟買啦嚇。每個月唔使100蚊，每個月呢即係5樣嘢啦，每個月100鬆啲蚊，為到係好重要。Q10我話俾大家聽，大家快啲嚟買。咦！真係好快就賣晒，嗰時驚冇得賣咧，有啲人嚟搶喎。呢個 Q10啊，好啦，嗱，我再睇睇今年嗰個獎咧，就去到經濟學獎咧就頒完晒。好得意喎！我講呢個物理獎同埋化學獎，我係話呢個和平獎結果俾咗呢個反核戰嘅人士日本反核戰嘅人士。咁呢個就係呢一個物理獎第日宣佈完就化學獎。我話 AI 連續2日獲獎，係指頒佈嘅時間，就唔係指頒授成日宣佈嘅時間。有人咁都剔我錯誤喎，真係好好笑，真係呢個人。好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麻省理工經濟學家，麻省唔係出名研究經濟學喎，呢個係呢兩個人，芝加哥大學，即係咧有個笑話嘅，佢話你點樣最容易攞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咧？首先，本世紀以來呢個即係呢個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歐洲多獎過美國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尤其是經濟學獎，你首先係一個美國人，然後咧你係芝加哥大學嘅，你個機會咧就最大。呢個芝加哥大學嘅最多人，芝加哥學派最多人得呢個經濟學獎。研究主題係俾殖民國家體制點樣形成。我諗呢個咧，佢研究幾個大嘅殖民國家，包括咗西班牙、葡萄牙、英國、荷蘭、法國，最後遲啲有比利時啊。咁佢哋都有唔同嘅體制。佢哋嘅唔同嘅體制
結果就影響佢哋用乜嘢方法去對付嗰啲殖民地管理嘅殖民地，結果點樣影響個經濟繁榮？得到嘅結論就係、嗱，我會解釋佢嘅結論係民主政治較有利於締造經濟成長。嗱，呢一個我可以話俾你聽，呢一個題目究竟民主政治係唔係有利經濟發展呢？係有無數嘅人研究過。點解呢？其實你去呢啲咁樣嘅研究啊，係好 depend on 你點樣去定個 definition。因為咧佢唔係 natural science 嘅。我舉一個例俾你聽，乜嘢叫民主國家？呢個已經難搞啦。乜嘢叫民主國家？係咪有投票叫民主國家？冇新聞自由係咪民主國家？喂，於是咧你就有啲人咧就將佢分為民主國家、部分民主國家、威權國家，即係咁樣樣。有啲咧就係要徹底民主嘅國家先至計，即係咁樣樣。係有無數人有唔同嘅計法，同埋咧經濟成長咧又要係有我喺呢度解釋俾你，係有好 complicated 嘅 factor 造成嘅。基本上我可以講俾你聽，就係譬如話印度咁樣樣，印度咧個經濟成長係會慢過中國嘅，因為中國有70%人咧都係講普通話嘅，印度咧就只得20%人咧就講印加語嘅，呢個就係全國幾百種語言，大家咧講唔掂嘅。譬如佢嘅 social structure 有個種姓制度，咁呢個亦都係阻礙咗嘅。而且印度咧，你唔係咁容易比較嘅呢啲嘢。印度雖然係民主咁，但係咧佢咧就係個種姓制度一早就話廢除咗，但係事實上係根深蒂固。而且印度人咧幾千年來咧注重宗教，個宗教思維好重嘅地方咧，係影響咗個經濟增長嘅。而且尼赫魯係個社會主義者，印度頭嗰幾十年咧仲係行社會主義嘅。嗱，咁啊又有一個 factor 係乜嘢咧？就係嗰啲政府啊，係咪夠穩定？有足夠嘅行政能力咧？係有幾貪污咧？嗰啲政策係咪保護主義咧？有幾保護呢一個產權同埋知識產權咧？幾 friendly to 做生意咧？人民嘅教育水準點咧？嗱，呢啲嘢全部都慳嘅。但係 anyway 咧，你就好難喺呢啲 factor 度加減。但係咧就係民主係咪民主咧？個民主去到邊度咧？只不過係其中一個 factor， 甚至喺早期嚟講，唔係一個 deciding factor， 唔係一個必然嘅條件。我哋見到台灣、南韓都係用威權政府起家嘅，初期唔係一個 deciding factor。好啦，諾貝爾評審團話3個得主有助於解釋點解社會制度喺一啲國家嘅繁榮係扮演要角，其他國家冇呢？嗱，呢個就係永遠啲人就問，即係話你批評中國嗰套制度呢，佢就話專制國家梗好，中國嗰套體制梗係好過民主國家啦。你睇印度點？你睇菲律賓點？永遠攞呢2個出嚟講。即係咧呢個印度喺呢個立國以來咧，一直都係一個民主國家。雖然呢個甘地夫人曾經有一段時期係擺咗落去戒嚴嘅狀態度，咁嗰陣時係咪民主呢？係兜伏。菲律賓咧就有馬可斯，就係進入獨裁統治咧10幾20年，永遠攞呢2個出嚟講。呢2個國家係有好多嘅唔同嘅 factor。譬如我舉個例，菲律賓咧就有一個 factor 咧就已經好大鑊㗎啦，
就係乜嘢呢？就係佢係天主教。你見到凡係天主教嘅國家，個經濟呢就係慢嘅喎，經濟增長。天主教冇咁嚴重，回教就仲嚴重。呢個印度要嚴重，個宗教思想彌漫嘅國家呢，係對經濟增長呢係絕對係有負面嘅。呢個就係東亞國家之所以增長得快呢，就因為我哋係儒家文化圈呢，就係對宗教比較淡薄嘅。呢個點解其他國家冇呢？其實講呢個菲律賓同印度，並為理解國際間嘅財富分配提供咗理論基礎。佢整咗一啲變數出嚟，於是你就度到。但佢係回歸過去嘅，佢嘅研究係講大家差唔多嘅地方。嗱，佢係個 starting point 係大家差唔多嘅地方，嗰啲俾人哋殖民嘅地方，因為宗主國呢個英國、法國、荷蘭、西班牙、葡萄牙各有唔同嘅制度，結果對佢哋嘅經濟產生乜嘢影響？而最重大嘅唔同係乜嘢？英國係實行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係實行民主制度嘅，即係咧佢唔係徹底俾你獨立，但係俾你自治嘅。你知唔知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全世界英國嘅殖民地咧都變晒自治領嘅，你係自己決定自己嘅事嘅，就學習咗自治嘅。香港咧本來都自治嘅，就俾大陸喝停咗。佢貢獻係對呢個貢獻係對未來全球經濟嘅制定，佢有深遠嘅影響。呢個咧佢其實咧就係將用殖民歷史為基礎，你會發現邊啲國家嗰啲殖民地咧好窮嘅，其中西班牙，因為咧佢根本西班牙咧就係俾一啲西班牙移民過去嘅大地主係嚟到操控嘅，佢嗰啲殖民地係掠奪式嘅，就係只有英國咧係將一套成熟嘅文官制度擺過去，而且雖然有邊攤個宗主國做生意，譬如香港以前咁樣有啲嘢一定要同英國買嘅，即係咁樣有啲保護主義，但大體上咧佢係英國嘅文官制度咧係最合理嘅。呢個係譬如法國嗰啲地方咧，你見到咧統治嗰啲地方咧就係唔會好發達嘅喎，就係呢一個最大鑊嘅就係比利時係結果統治完係搞到種族屠殺嘅。呢個就係佢哋統治嗰陣時對於個財富增長有冇貢獻？譬如佢哋有冇強調財產保障？香港唔係咁容易，咁耐殖民地唔係咁容易充公你啲財產㗎。或者政治決策方式，香港雖然喺呢一個80幾年之前只係有直選呢個市政局冇直選立法會但係香港政府喺暴動之後咧，乜嘢都作出足夠嘅諮詢嘅，對民意係有足夠嘅反應嘅。諾貝爾委員會話研究證明，被殖民嘅國家繁榮之路大不相同，係因為歐洲唔同帝國喺全世界完全唔同嘅做法，於是建立咗唔同嘅政治同社會結構。佢就係用呢個所有嘅英國殖民地、法國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嚟到比較，明唔明啊？於是就得到個結論。其實得到嘅結論咧就係對財產嘅保衞權，又容許人民參與個政治，然後包容異己，包容即係咧，我可以講俾大家聽。喂，我喺呢個香港大學畢業之後，跟住嗰啲咧就國粹派，佢哋支持四人幫嘅喎，好似程翔呢啲、馮紹波呢啲，喂冇人理佢喎，佢喺香港大學學生會度支持四人幫係。冇人理佢喎，真係好包容喎。點解？喺個包容嘅社會就容易發展到經濟。一個成熟嘅文官體制
然後對教育同埋醫療作出適當嘅投資。佢哋最廣泛嘅理論就係 long term 嚟講，民主政治喺長時期更能締造繁榮。呢個好難得出嚟嘅結論。民主國家，我係用第二個角度嚟到證明。雖然佢哋承認啊，呢個中國而家話舉國體制，集權政府能夠有效地調動所有嘅資源，譬如所有嘅原料、勞工、資本。於是某一段時期呢，佢可以增長得好快嘅。但係呢啲咁樣嘅集權政府，佢唔容忍嘅，唔容忍呢，就即係要所有人嘅思想係跟住佢嗰套形式。你呢自細就係洗你嘅腦，教你呢所有嘢都有個善惡係由佢嚟去判斷，是非由佢嚟判斷。慢慢你就唔會挑戰權威，就冇辦法創新啦。而民主政治就會創新嘅。我都話啦，抄功課嗰陣時呢，舉國體制雖然係唔夠效率咧，係有益嘅。但係到冇功課抄嗰時呢，真係要考試呢，呢個就大鑊啦！我話俾你聽，但世界上冇人抄功課抄到考第一噶嘛？你知唔知啊？呢個係冇可能啊嘛！因為你抄最叻咪抄個考第一嘅，係咪？你至多考第二嘅啫，你唔可以抄功課抄到考第一㗎。Robinson 話：好多社會已經成功轉型為包容性社會，一定要有包容性社會，准許人哋唔同嘅諗法。然後先能夠創新啊嘛！我係同嗰個香港政府啲高官拗過㗎，個社會唔同意呢個觀點。譬如話我哋社會以前唔同意人哋係同性戀嘅，咁你準唔準講應該容許人哋同性戀呢？嗱，社會99%都唔同意喎，即係台灣社會80%幾都贊成死刑嘅。咁反對死刑嘅人可唔可以講啊？你哋應唔應該攻擊嗰啲反對死刑嘅人？如果你唔準講呢，就即係點呢？任何新嘅思想開頭呢，都係好少人支持嘅，即係個社會冇得改變。你明唔明啊？嗰個思想嘅範式轉移必定係來自少數人，而少數人一出就俾你拍死咗，一拍死咗，社會咪僵化咯？你明唔明啊？嗰班人係講下，你先會同意同性戀噶嘛？係咪啊？舉咗3笪地方，台灣、韓國都係進咗先進經濟體。毛里求斯係非洲最好嘅地方之一，佢就係非常之自由嘅民主嘅。佢而家去到$10,000，我去過一次啊，$10,000嘅 level。並且懷疑中國如果繼續用呢一套乜嘢都唔準人諗嘅制度呢，冇辦法維持經濟繁榮嘅。歷史上有好多例子，獨裁政府能夠維持好好嘅增長喎，尤其是至多係40-50年。呢個蘇聯就如此啦。喺70年代嗰時咧，蘇聯嘅經濟增長咧係快過美國嘅，所以喺嗰個廚房辯論嗰度呢，就尼克遜同埋克魯曉夫兩個就賭。呢個克魯曉夫話呢，我哋一定埋葬你哋嘅，因為蘇聯嘅經濟增長呢就快過美國。咁尼克遜同埋克魯曉夫就賭，我哋嘅孫克魯曉夫呢就賭，尼克遜你嘅孫呢就一定活喺社會主義，因為結果美國要學社會主義。尼克遜就話克魯曉夫你嘅孫呢就一定喺資本主義，因為你社會主義會崩潰。結果邊個贏咗呢？就克魯曉夫個孫呢就真係走咗去美國。但係不可能長久嘅。蘇聯曾經有50-60年表現相對出色嘅，但係唔係話有民主就得。民主唔係一種萬靈藥。專制國家能夠迅速動員資源進行發展，佢係有個低人權優勢。譬如話 Covid 嗰陣時限制嗰啲人嘅行動咪有益咯？呢個控制係比你哋控制得好㗎。
但呢個經濟模式呢，我簡單啲你就會明白，有兩個問題係高舉嘅。第一，創唔到新，你出唔出到 Elon Musk 啲咁嘅人咧？我問你，出 Elon Musk 咁嘅人拉咗坐監好耐啦，喺中國，我話俾你聽啊，中國國企點會支持 Elon Musk 啊？即係 NASA 咧要去支持 Elon Musk 咧，喺美國先至得。開頭 NASA 超太空俾私人組發神經嘅，即係呢個真係呢個係。第二就係個社會嘅轉型，民主國家有包容性，個社會先轉到彎。如果唔係個社會咧，入咗個死胡同度，轉唔翻出嚟嘅。睇下美國曾經有一個奴隸制特權階級嘅國家，女人唔準參與經濟同投票，但係目前咧就已經相對包容咯，每一個同開放嘅每一個國家都要轉型嘅，而中國轉型唔到，呢啲獨裁國家轉型唔到，佢係 lock 咗喺一個死局入邊，係僵化嘅，一定僵化嘅。喺現代世界，你睇見呢個喺韓國、台灣同毛里求斯都發生呢個轉變，就係呢一個轉變咧，就變咗係一個包容嘅社會。呢個諾貝爾獎金獎820萬港幣，最多3個人呢個係諾貝爾獎金唯一經濟學係唔係根據諾貝爾嘅遺囑，係瑞典中央銀行1968年成立，所以經濟學獎1968年之後先有。嗱，我用第二個角度，我教你點樣駁啲人。嗰啲人咧一講民主國家好，呢一個印度、菲律賓邊度夠中國好啊？喂，即係咁。你如果大家要考兩種制度嘅優異咧，你就要拎晒所有人出嚟比較，你就唔可以揀呢一種威權政府跑得最叻嗰個，同民主國家跑得最衰嗰個比。你知唔知啊？你揀一個喺民主國家入邊跑得最差嘅，即係呢個印度同菲律賓，同埋集權體制入邊跑得最好嘅中國比。咁呢個咧係唔公道嘅，你要將兩班人列晒出嚟比較嘛，係咪啊？即係所有民主國家同所有專制國家嘅比較，而所有民主國家同所有專制國家嘅比較咧，就非常之清楚嘅。我俾個表大家睇下，成個成績表，世界上啲叻嘅地方咧，跑得最叻嘅地方 ，IMF 2024年。盧森堡民主國家，愛爾蘭呢個瑞士、挪威新加坡係半個民主國家，美國、冰島澳門唔算係個國家，好少好多地方，丹麥、澳洲、荷蘭跑贏嘅全部係民主國家，即係咧新加坡同埋澳門咧就唔係好算，因為佢哋人口好少。即係人口少過1000萬得幾百萬嘅國家咧，係可以靠一啲特殊嘅資源就發咗達，即係等於澳門咧就靠賭發咗達。但係成個國家咧，成個世界只要有翻咁上下 size 嘅國家咧，跑贏嘅咧，基本上全部都係民主國家。專制國家咧就係最高嘅、最高級嘅咧，就唔係中國啦，當然。就係沙地阿拉伯阿聯酋文萊嗰啲咧，係靠賣資源嘅啫，冇一個獨裁國家即係相當大嘅獨裁國家可以成為先進嘅經濟體嘅。初嗰時咧即係佢初抄功課嗰時咧，就真係冇乜嘢分別。但係越係向前進咧，你就發現咧，去到某一點咧，佢就唔能夠進步啊！呢個就係中等收入陷阱，我要話俾你聽。去到萬幾蚊美金刻咧，呢啲國家咧就企喺度，因為咧佢已經唔能夠抄功課，係要自己創作，而佢嗰度體制咧係唔適合自己創作嘅。呢個大家睇下啦，奧地利、瑞典、比利時、芬蘭、加拿大、德國
阿聯酋有一個啦香港啦，以色列、英國、紐西蘭、法國，係得一個阿聯酋入咗去。香港啦，呢個係你睇下頭20名全部都係民主國家，所以你唔好拎我哋班，你拎中國同埋印度、菲律賓比較咧，就即係將呢一班考第一嗰個同人哋嗰班考第尾嗰個比較，考第一嗰個同考第一嗰個比較，你睇出嚟嘅成績係點樣？好嘛？呢段講到呢度。超貓貓10月份門市獨家優惠，例如1，每逢秋冬季節咧，都係食臘味最適合嘅季節。熱騰騰嘅白飯，鋪上蒸熟嘅臘腸，帶嚟一絲絲嘅暖意。香港製造嘅大煮系列嘅臘腸，終於出爐啦！有人氣爆燈嘅鵝潤腸，美味甘香。香港好少鵝潤腸賣㗎，600 gram 一斤，特價238蚊。仲有鮮潤腸，我哋唔同出邊用鴨肝做嘅，我哋用美國火雞肝，所以咧佢唔會腥嘅，特別鮮味。加上巴西豬肉製成，所以特別濃郁。1斤裝198蚊。有臘腸咧就必定要對唔住，有潤腸咧必定要有臘腸。想食肥啲咧，就要買鮮肉臘腸，3分肥7分瘦。優惠價208蚊，而瘦少少就買黃牌臘腸，2分肥8分瘦，218蚊。所有臘腸都係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嘅，賣咗10幾年，有品質保證，係出名係香港最好食嘅腸。而家買2盒送中國特級冬菇無腳1斤裝，價值148蚊。整臘味冬菇煲仔飯咧就一流啦。買3盒送1盒，以低價個盒免費。臘腸咧1年只係做一次嘅啫，所以賣晒就冇噶啦。優惠價由10月1號至31號，只限門市。